命运是所有选择的总和，而我则恰恰很擅长提供选择。妈，今天天气不错，我们下午出去走一走，好不好？白锦溪是个当名媛的好苗子。你是谁？我是来邀请你加入我的灰姑娘俱乐部，专门为相貌出众却又暂时遇到困难的女士提供通往上流社会捷径的地方。我不感兴趣，你找错人了。报酬绝对超乎你的想象。考虑一下，随时联系我。白小姐，你母亲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要尽快手术，还要用到进口靶向药，费用方面总共需要30万，你可要好好考虑考虑。报酬绝对超乎你的想象。考虑一下，随时联系我。白小姐，欢迎加入灰姑娘俱乐部。你的目标是周氏集团的公子周宇安。接下来我会针对他的喜好，对你进行特训。背挺直，脖子拉长。周宇安喜欢山茶般清纯优雅的女人，这些是刻在骨子里的。不是装出来的。It's not get and very beautiful 周宇安在英国留学4年， and very bad. 你有没有在伦敦待过？他一听就知道。忘记你的过去，忘记你的过去。漏洞源于内心的不确定。从现在起，你就是海归富家女白锦溪。明晚
你会在宴会上和周雨安相遇，我给你铺路，但能不能抓到他的心，靠你自己。你母亲的药可不能停啊！知道了。只要周雨安看到你的脸，就不可能忽视你。你可是我精心挑选的最符合他喜好的诱饵。方晴，你毁了我的家，我就要用这颗棋子毁了你最引以为傲的儿子。我给你铺路，但能不能抓到他的心，靠你自己。又是一个来看周少的大美女啊！ 긴 밤이 오면 또 길을 잃어 네가 없는 날 나 멈춰서 널 기다리고 있어 I need your love 날 데려가 居然不是奔着周少来的。欲擒故纵，还算聪明。白小姐似乎有什么心事，只是想起了德彪西的曲子《月光》，今晚的月色很美，和曲子的意境很像，只不过什么？满地都是六便士，而抬头看见月亮的只有你和我。初次见面就说这种话，冒犯了。我叫白锦溪，刚从国外回来。白小姐，幸会，我是周雨安。你刚从国外回来，想必对江城还不是很了解。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做你的导游。那就麻烦了。这是珠宝大师朱利安的作品，自带防盗扣设计，硬件是解不开的。你要学的还有很多。谢总，你怎么来了？很怕我？胆子这么小，刚刚和周玉安在聊天的时候，倒是很大胆。谢总对我的表现不满意吗？勉强及格。豪门往来最忌讳的就是交浅言深。你今晚和周玉安聊得太投入，很容易露出马脚。我有分寸。分寸？可周玉安在跟你聊到童年趣事的时候，你明显僵硬了。
因为你的童年很不幸吗？生气了？真正的名媛是不会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儿，就展露出自己真实的情绪。但也不是没有情绪的木偶人。况且，适当的露出弱点，反而更能激发男人的保护欲，不是吗？恐惧还是排斥？你离完美还差得远。从明天起，你搬来我家，我会亲自对你进行下一阶段的规训。你要学习如何更自然地能应对男人的亲近，更好地控制表情和情绪。可这跟之前说的不一样。我知道了。明早8点，不要迟到。到了不进了，等我请你啊。给我倒杯酒。Your body's beat by the window seat, little eyes look high up in the blues and stars. Wanna surrender to those cosmic skies. 近点。Whispering stars above. 再见。放轻松点，你是猎手，不是猎物。谢总，这种训练真的有必要吗？还是说你另有所图？白简溪，你也太高看自己了。你真以为自己倾国倾城，每个男人都会被你迷惑？我为你铺路，教你手段，是为了让你这颗棋子更快、更稳地落入周家这局棋盘。执棋者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的棋子动心？更何况，皇后可是最容易被吃掉的棋子。谢总似乎和周家恩怨颇深，可是我听说谢家跟周家可是世交，周宇安更是把你当作知心好友。谢总这个执棋者，也把自己当成棋局的一环了吗？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是，我是棋子，可是就算没有这些训练，凭我自己，一样可以进入周宇安的世界。
锦溪，昨天和你聊天很愉快，明天我母亲的私人会所开业，顺便给我办了个小型庆功宴，来的都是我的家人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空赏光？于安，我有空，明天见。这颗妻子脱离掌控的速度似乎太快了。锦溪，锦溪，你能来，我特别高兴。祝贺你，于安，年纪轻轻就获得了国际小提琴比赛的金奖。您好。失陪一下。啊，于安，这位是？哦，这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锦溪，我特意邀请过来的朋友。啊，我怎么没有听说江城名流有姓白的呢？伯母，我刚回国，父母常年定居在国外。哦，那白小姐的父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父母在国外做生意，涉猎较广，我很少过问。那是在哪个国家呢？最近国际的经济形势波动的厉害，生意不好做吧？主要是在欧洲，具体业务我也不清楚。我父母希望我过得轻松一些。行了，别装了，像你这样的假名媛我见得多了，张口闭口就是国外欧洲的，都是你自己编的吧？伯母，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假名媛？好，那你父亲具体经营的是哪家公司？只要你能说出来，我就相信你一次。糟了，为了不被拆穿，谢敏根本就没有跟我对过具体的公司名字，怎么办？家父的公司是大名鼎鼎的跨国财团青荣集团。白小姐的父亲是青荣集团的高管。谢岭，你怎么来了？哦，妈，是我特意邀请谢林过来的。怎么，谢少和白小姐认识啊？认识倒谈不上，只是最近青荣集团有意来江城寻求合作伙伴，为了争取合作，稍微做下调查是基本礼仪。看来周家势大，连青荣都看不上了。谢少说笑了，能和金融集团合作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我们周氏也不例外。那周夫人刚才因为偏见，把白小姐认成假名媛，是不是该先道歉呢？那是当然。白小姐，对不住啊，是我误会你了。但是你也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总是要多留个心眼，不然的话，一不小心让那些下作肮脏的人趁虚而入就不好。你说呢？于安，跟我出来一下。谢林，你到底打的什么算盘？妈，以后你离那个白锦溪远一点。为什么？锦溪她知书达理，又是青荣集团高管的女儿，这知书达理，我看是滴水不漏吧。刚刚问了这么半天，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问出来。至于青荣集团，谢岭的话能有几分真呢？我怕到时候你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呢。妈，你这是偏见。总之，我们周家绝不能要这种来历不明的女人。老狐狸的警惕性果然高，看来温水煮青蛙是不行了，必须下一剂猛药。
谢岭哥，刚才我母亲的事，你别放在心上。嗨，我本来也没在意。你得奖，我带了瓶香槟给你祝贺，喝一杯。好。雨安呀，你这个酒量还是这个样子。正好，你送雨安去楼上休息会儿。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对不起，周雨安，我别无选择。夫人，您是在找周少爷吗？是。刚才他好像有点不太舒服，被一位白小姐扶上楼休息去了。那你带我去，快。好。周雨安，你干什么？我会对景熙负责的。周夫人，哎，就是周夫人呢。周夫人去2楼了，几位找周夫人是有生意上的事要聊吗？正好我也要去找周夫人，一起。你把我们周家的脸丢尽了。妈，你放心，我一定会对景熙负责的。景熙是个好女孩，是我没控制好我自己。天哪，周少和白小姐这是生米煮成熟饭了。误会，都是误会。雨安和景熙2个孩子呢，情投意合的，是我们做长辈的之前不知道。我们周家一定会对他负责任的。行了，大家都散了吧。我在车里等你，赶紧给我出来。景熙，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你负责。哼，做事不周全，还要我给你收尾？想套牢周雨安又不肯现身，你倒是2头站啊！
接下来就是见家长，细节最多也最容易露马脚。把你学到的东西都给我掏出来，别让我这步棋做废了。订婚这种事儿呢，本应该双方家长都在场，但他爸爸实在是抽不开身。理解。哦，对了，景熙小时候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长大的？10岁之前呢，跟着我们在新加坡，后来就在英国的圣玛丽女子学院念书。是吗？我有个侄女前些年从那儿毕业，说不定你们认识呢。资料显示，风琴根本没有在英国上学的侄女。您记错了吧？我在圣玛丽读书的时候，学校里面只有我一个华人。可能是我记错了吧。那我想问妈，再聊下去菜都凉了。既然2个孩子情投意合，那就挑一个日子把订婚仪式办了。我看下个月18号是个不错的。啊？没问题。妈，小希，你来了。妈，好孩子，我最放心不下就是你。妈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看到有一个好归宿。你一个人太苦。我去打点热水。我以为你早该明白，眼泪是这世上最没用的东西。眼泪是能让你妈康复，还是能让她出席你的订婚宴？怎么，不服气？后悔了？你当然不会懂，像谢总这种冷血的人，怎么会懂亲情？我不懂。白简溪，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痛苦。你以为我凭什么会走到今天？你觉得我为什么会选择你？我花费时间精力给你铺路，就是为了让周家身败名裂，让风情自食恶果。你跟周家到底有什么恩怨？这不是你该问的。等这件事结束，你母亲的医药费我会一次性付清，但在此之前，请收起你的软弱。谢林，你到底有什么秘密？静熙，从我第一次遇到你，我就知道你是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我不在乎你的家世背景，我只在乎你这个人。我会用余生证明你的选择没有错。萧伯纳说过，卖花女和淑女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其行为举止，而在于她如何被对待。只要包装得当，谁都能变成顶级名媛，嫁入豪门，和我一样。现在让我们有请周宇安先生和白锦熙小姐。
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让一个假名媛嫁入豪门。哼，等我拆穿了你的身份，我一定会让你后悔来招惹我们周家。你也别想再在江城立足了。诸位，让我们共同举杯，祝福周宇安先生和白锦熙小姐佳偶天成，永结同心。等等。妈，小希，你来了。白小姐，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海归名媛，自己的父母常年居住在国外，那这个视频里被你叫做妈的女人是谁呢？如果她才是你的亲生母亲，那这个女人又是谁呢？所以说，你一直都在欺骗我，你这个骗子！锦溪，白锦溪，帮你伪装身份接近周云安，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嫁进周家。是从此平步青云，还是当众被拆穿变回灰姑娘，就看你能不能挺过这最后一关了。视频中的女人的确是我的母亲，但是我并没有说谎。这位也是我的母亲。白锦溪，你撒谎的本事可真是了得啊！张口就来2个母亲，亏你说得出口。伯母，我并没有说谎。视频中的这个女人，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保姆阿姨赵妈。没错。我和锦溪爸爸工作忙，小时候一直都是赵妈陪着他，照顾他。在锦溪这里，赵妈就是他的第2个妈妈。即便感情再深厚，也没有到直接叫妈的程度吧？赵妈在我们白家工作了几10年，她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现在她生病了，连人都认不清。如果叫声妈能让她宽慰些的话，多叫几声也是值得的。在伯母您看来，这些年的照顾和陪伴，敌不过所谓的血缘关系吗？锦溪这孩子重情义，我们白家也不是冷血之辈，反倒是您，周夫人，未经核实就将这种容易引起人误会的视频播放出来，是不是太过失礼了？妈，您看您，差点就误会锦溪了。好啊，好一个重情重义的女儿，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了吗？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你们白家的底细了，最多半个小时，是真是假，自然见分晓。雨安，你也觉得我是骗子吗？锦溪，我邹玉安，锦溪，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母亲她，我明白了。可是雨安，你之前跟我说，比起外在，你更在乎一个人的内里，一个人灵魂的高贵还是低贱？难道只看他出生在哪门哪户吗？不是这样的，锦溪。既然我认定了你，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站在你这边。雨安，你别被他带偏了。现在重要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他一直在撒谎骗你。伯母，不，周夫人，您这般咄咄逼人，说我的身份是假的，可要是调查结果出来没问题，您当众如此羞辱我，对我的伤害，又该怎么补偿？咱小姐说的有道理，她要是真能忍，被这样无端的猜测、羞辱，那可真是无妄之财。是啊，就看这周夫人怎么说了。好，如果你的身份属实，我任凭你处置；但若不是，你今天就跪下来，给我爬出这个门口。你在江城将永无立足之地。
周夫人既然要对赌，双方的赌注也该对等，才算公平。谢礼，这是我们周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插手。周夫人，这可不仅仅是周家的事了。白小姐若真是白家千金，那她背后站着的可是青荣集团，在场的都是江城名流，卖你们周家的面子来参加订婚宴，你公然羞辱白小姐，得罪了青荣集团，连累的可是我们在场所有人。哎呀，那可是青荣集团，随便跺跺脚，江城都要抖三抖的存在。周家要是真的得罪了他们，咱们都没好过的吃。是啊，那谢少，你有何高见呢？要我看啊，白小姐要真是白家千金，您倒不如就转让5%的周氏股份，当做谢罪礼，既保全了周家的面子，传出去又能落下个不口袋儿媳妇的好名声。给他5%的股份，周夫人舍不得了。周夫人，您不是坚定我是假的吗？您如此笃定自己的想法，难道连这点风险都不能承担？好，你若真的是白家千金小姐，那这5%的股份我送的心甘情愿。但你若不是，我一定会让你后悔招惹我们周家。妈，你别这样。你闭嘴，绝对不会让一个假名媛嫁进我们周氏大门。像她这种来历不明、身份不堪的女人，即便是不小心混进来了，生下来的孩子也一样上不了台面。骨子里的低贱是改不掉的。都什么年代了，还把人分3、6、9等，未免太过傲慢。真假与否，让证据说话就好。如此咄咄逼人，有失身份。这么在意所谓门楣和血脉，我偏偏就要用你最看不上眼的这枚棋子，把你在意的一切都彻底毁掉。周夫人，您的担忧我能理解，但一个人的价值并非只看出身。您可以用最大的恶意揣测我，但请您保持基本的教养和尊重。辱人者，人恒辱之。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夫人，你要查的东西，我在这儿。查到了，那正好，让大家看看这位白小姐到底是什么来头。白锦溪，我劝你最好还是自己先承认了吧。看在于安的面子上，我可以留给你最后的体面，不然等会儿你的资料公布于众，你将在江城永无立足之地。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堪的地方。既然周夫人如此咄咄逼人，那多说无益，把事实摆出来，拿证据就是了。不见棺材不落泪。怎么回事？夫人，医院里那个女人不是白小姐的母亲，而是白家的保姆。怎么可能？你信誓旦旦地告诉我，那个女人才是她亲生母亲，现在跟我说是保姆。王忠，你耍我吗？是我们之前调查失误，出了差错。医院的那位确实只是白家常年雇佣的保姆，白小姐心善，常去探望。
怎么会查不到？难道他真的有青荣集团的背景？谢灵，他早就知道。哼，难怪一直帮这个白锦熙说话。不行，绝不能让谢家抢走了和青荣集团合作的机会。锦熙，徐安，看来你我之间缘分尚浅，好好的婚宴闹成这样，我在江城也没有脸面待下去了。婚约的事情就此作罢吧，明天我就跟着母亲回欧洲。够了，周夫人，我们白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我们把女儿捧在手心上，当做掌上明珠，精心培养，而不是送来给你们周家这样羞辱的。这婚约不要也罢。锦溪，我们这就走，去机场。锦溪，你别走，那些都是误会。妈，事情既然因为是你而起，你倒是说句话呀。你之前既然已经答应锦溪了，若是误会了锦溪，那就拿出5%的股份当做赔罪，干脆现在就把股份转让协议签了，向锦溪证明我们周家的诚意。好，我见。满意啦？这个白锦熙绝非善茬，看我往后怎么收拾他。谢总，事情都按你吩咐的办了，您答应的事情。放心，我从不亏待自己人。你女儿的学费还有你夫人的医药费，我都已经帮你付清了。只要你继续跟着我干，好处少不了你。我教过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方晴想查你，就让他查。一份假的背景资料，一个忠心的证人，不仅能够让你站稳脚跟，还能让你得到周家的股份，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你只需要再出卖一点自己的良心、尊严、良心这些无足轻重的东西。可没有你母亲的命重要。我记得之前教过你的老师说，斯诺克你也打得不错。全靠谢总给我提供资源。昨天订婚宴那场戏演得不错，谢总给我搭好了戏台，连剧本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我要是再把戏唱砸了，
岂不是真成废物了？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聪明，识时务，最重要的是，你不贪心。股份到手，下一步呢？方晴不会就此罢休的。方晴当然不会吃闷亏了，所以我要你搬进周家。东城有块地，周家志在必得，我需要你帮我搞到周家的竞标底价。你太高看我了，这么机密的东西，周雨安都未必清楚，更何况我这个未过门的儿媳妇。周家的书房里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的密码是周雨安的生日。我要你想办法进入书房，打开保险柜，拿到里面的标书。这太冒险了，你都已经拿到了股份，何必走这步险招？游戏才刚刚开始啊！别小看了方晴，拿得到股份是一回事，想守住它是另一回事。还有，别忘了，你母亲的医药费虽然已经结清了，但是没有我，你找不到你想找的人。爸爸15年前出海之后就不知所措，想要得到他的下落，我只能依靠谢礼。还是说，你还舍不得对周雨安下手？谢总多虑了，棋子哪有选择棋手的权利？很好，认清自己的位置。周家水深，小心方晴。必要的时候可以找我。少爷好，少夫人好。锦溪，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妈，锦溪来啦！伯母，快坐。为了这房子的陈列，我可是没有少花心思。不少啊，在市面上都找不到呢，只有在拍卖行才能拍得到。你快看看怎么样？喜好和眼光是不会随便变的，但是一旦提升上去的眼光是不会轻易掉下来的。伯母您的眼光自然是不用多说了。不过之前在苏富比拍卖行时，我见过类似风格的真品，它的侧面通常会有一个极小的火漆印章来记录工匠的名号和年代。我看这张桌子好像没有。你的意思是说我的眼光不行，花高价买了一对不入流的假货？中国家具鱼龙混杂，难免有看走眼的时候，重要的是收藏家对艺术的接纳和欣赏，真伪倒是不重要了。就像人一样，表面光鲜，但内里如何，更需要时间和眼光去分辨。您说对吗？没错，日久见人心嘛。那我倒要看看你费尽心思进我们周家，图谋的究竟是什么。这是我爸的书房，平时办公的时候会有。爸不喜欢别人随便进去，你平时注意点。书房，看来谢岭说的保险柜就是在这里。我要怎么在不惊动所有人的情况下进去拿到标书呢？你想什么呢？这么出神？好，没什么。
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话吓到你了？你别担心，爸爸他只是不喜欢别人随便进书房，平时还是为人很和善的。嗯。锦溪，以后我们可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你放心，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站在你这边，向着你，不让你受一点委屈。袁，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你是我认定的人啊。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想让你开心，想护着你。锦溪，相信我，把一切都交给我，好吗？袁他这么相信我，可我从一开始就在算计他，算计他的家人。周雨安，对不起，我真的不值得你这样对待。我有些不舒服，想先回房间休息一下。是不舒服吗？我带你去。不用，我自己可以的。你先去忙吧。锦溪，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放心的依赖我的。算了，反正都睡不着，出去转转吧。书房的灯怎么亮着？城东那块地非常的重要，江城多少人都盯着呢，千万不能出任何的差错。啊。是标书，果然如谢林所料，标书就放在保险柜里了。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再确定下一步计划。标书就在保险柜里，下一步怎么做？锦溪，你站在那儿干什么？锦溪，站在书房门口干什么？难道你是不是做噩梦了？没睡好？我睡不着，出来转转，看到书房的灯亮着，我才过来的。我就知道，你过来。这是助眠的薰衣草精油，效果特别好。我知道你的新环境可能睡不着，以后你要是睡不着了，你就可以来我房间，点上香薰，我陪着你，这样你就不会做噩梦了。谢谢你，于安。锦溪，睡吧。锦溪晚安。时机正好，今晚必须拿到标书底价，别让我失望。抱歉了，雨安，我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
熙，锦溪，鱼儿终于上钩了。这个人是……白青年，是爸爸。雨安，怎么是你啊？妈，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我刚刚明明看见白锦溪他……哦，是我半夜睡不着，想着来找点书看。就你一个人，我刚刚明明听见有动静。哦，那应该是我挪椅子的声音。是哪儿？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行吧，那你也早点休息。出来吧，安全了。为什么让我躲起来？我就是睡不着，想出来找本书看。书房是禁地，我妈她一向多疑，如果让是半夜看到你深夜在此，难免会产生误会。那你就不怕我真的是来窃取周家机密的？我信你。订婚宴那天的事情，我很抱歉。从那天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无条件的相信你。回去吧，今天这儿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周雨安，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你这样，我怎么忍心伤害你？锦溪，你这么早出门干什么？我去见个朋友。吃完早餐再走吧。我特意开车给你买了你喜欢吃的三明治，还热乎呢。嗯。吃。真的不用我送你吗？不用，我很快就回来。好。白小姐，谢总等您很久了。得手了？白锦溪，你是什么意思？这个底价一旦泄露，周氏会损失惨重，雨安他也会被波及。怎么，才演了几天未婚妻啊？入戏了？我之前是怎么告诫你？干这行最忌讳的就是对自己的猎物动心。可是没有可是。果然啊，皇后是最容易被吃掉的棋子。既然你这么下不了决心，那我就带你去见一个人。见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自己现在的行为多愚蠢。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他是谁？小妍，你来接我回家了吗？不对，你不是小妍，小妍呢？她怎么没有来？她不是说去海上谈完生意就来接我回家的吗？他不会来了。他说过他会来的。小李，是你啊！你都长这么大了。不对，不对，都是假的！他说的都是假的！什么爱情？什么未来？他不信，他怕我是骗子。我都认为了他呀，因为我爱他呀！医生，医生！他说过他爱我，假的，都是假的。假的，都是假的，都是假的。20几年前，他把自己包装成名媛，成功嫁入豪门，还生了个儿子。可惜的是，他真的爱上了那个男人。身份被拆穿后，那个男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现在，你还敢对周雨安心软吗？景熙，景熙，你怎么了？脸色怎么那么难看？你手怎么那么凉？没事。医院里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她和谢凛关系似乎非同寻常，我一定要搞清楚谢凛的秘密是什么。她为什么这么恨周家？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碰到谢总了。谢凛哥，这么巧啊？你跟他好像关系很好。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谢凛哥他平时很照顾我，可后来自从谢伯母出事之后，他就不怎么跟我们来往了。妈妈她也不让我跟谢凛哥有过多接触。出事？谢总的母亲出了什么事啊？小声一点，妈她很忌讳别人提起谢伯母。自从谢伯母伪装名媛身份嫁进谢家生下谢凛哥之后，可谁知事情败露，被谢家连夜送走，至今下落不明。20几年前，他把自己包装成名媛，成功嫁入豪门，还生了个儿子。可惜的是，他真的爱上了那个男人。身份被拆穿后，那个男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现在，你还敢对周雨安心软吗？景熙，景熙，不好意思啊，我太惊讶了。这件事情在江城本来就是隐而不宣的秘密，你知道就好，千万别说出去。不对，不对，都是假的！他说的都是假的！什么爱情？什么未来？他不信，他怕我是骗子。我都认为了他呀！
难怪当时的气氛那么奇怪，原来她就是谢灵的母亲。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被我刚刚说的话吓到了？就是觉得那个谢夫人太可怜了。伪装名媛身份嫁进豪门，本来就是一场豪赌，落的这个下场也是……这些都是我妈常说的话。有时候我也挺同情谢夫人跟谢灵哥的，毕竟骨肉分离这么多年。她爱的从来都是精心编织的幻影，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现在的温柔都会烟消云散的。我想先上楼休息一会儿。来。一切都该结束了。你要的东西，作为交换，尽快安排我和我母亲离开。这么着急走啊？怎么，周元让你失望了？人性就是这样啊，经不起试探。既然周元对你的感情这么不堪一击，那你为什么不考虑换个人选呢？你什么意思？比起周元，我才是那个最了解你、最见过你所有不堪模样的人。谢总之前口口声声说，执棋者不可能对棋子心动，现在这算什么？自相矛盾？是，一开始啊，我也只觉得你只是一枚棋子，无足轻重。但真当你拿下了周元，进入了周家，我却发现我自己越来越不想把这盘棋下完了。所以呢，谢总这是打算把我这颗棋子占为己有？不是据为己有，而是邀请你成为执棋者。远走他乡，隐姓埋名，还是留下来做一个风风光光的谢夫人？白锦溪，选一个吧。谢夫人的位置固然风光，可比起富贵，我更求心安。机票是下来的，在此之前，你依然随时都可以做出改变，随时联系我。不必了，你我之间的交易已经结束，从此之后，桥归桥，路归路。心安，想全身而退，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白锦溪，我给过你机会，既然你执意要走，那我只好用我的手段把你留下来了。城东土地开发权，谢氏集团以高于周氏集团100万的报价中标。承让了，周总。看来还是我们谢氏对这块土地的价值判断更准确。仅仅只高了100万，这个数字是不是太巧了？谢总对此就没什么要说的吗？或许周总该想想，是不是身边的人出了问题了？爸，谢林哥刚刚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咱们集团内部出现内鬼了？可参与标书制定的都是公司的高层，而且都是公司的元老啊。能接触到最终报价的，可不止他。走，回家。
不是有竞标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了？谢氏的出价比我们高了100万，那块地被他们拿走了。什么？100万？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肯定是底价被泄露了，是不是那个白锦溪？妈，锦溪他不是这种人。他搬进来，标底就被泄露了，不是他是谁？白锦溪，你过来。说，是不是你把标底泄露给谢灵的？妈，你不能无凭无据就冤枉人呐！无凭无据，我可没有老眼昏花到认不出人。那天我明明看见他进书房的，倒是你被他蒙蔽，处处包庇他。现在倒好，铸成大错了吧？锦溪，标底不是你泄露的，对不对？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快发现标底泄露的事情？难道是谢灵的？无话可说了，果然就是你泄露的标底。白小姐，这块地对我们周家很重要。这次竞标失败，我们起码损失了2个亿，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我不知道，伯父伯母，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连你们的标书都没有见过，怎么可能会泄露标底呢？标书我一直放在书房的保险柜里，只有我接触过，有没有人碰过？验一下保险柜上的指纹就知道了。这件事涉及到商业泄密，干脆交给警方处理吧。对，报警。白锦溪，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没有泄露标底吗？那你敢不敢配合警方检验你的指纹呢？这可是严重的商业泄密，最起码判10年吧。糟了，那天晚上去的太急，压根忘了指纹这回事。怎么，你不敢吗？还是说泄露标底的人就是你？喂，什么事？董事长，刚收到消息，青荣集团的白总后天抵达江城，据说这次是来考察合作方。你说的是很少露面的那个亚太地区总负责人白总？是的，听说白总这次回来还有私人原因，似乎和他的女儿有关。锦溪，刚才的事情是误会，你是我们的家人，怀疑谁也不能怀疑自己的家人，对吧？老公，你怎么了？刚刚你不是还说青荣集团的白总马上就回江城了。锦溪，你说你父亲回国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们说一声。我父亲回国什么时候？后天就到。白总不是谢灵编出来的吗？怎么会真的存在？偏偏还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国，怎么办？锦溪，你能不能安排我们跟你父亲见一面？我们毕竟是亲家嘛。是啊，锦溪，刚刚伯母太着急了，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锦溪，见一面而已，应该没什么大事。只是见一面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晚点就联系我父亲，等他到江城之后，再确定具体的见面时间。好，正好借这个机会，把你和雨安的婚事给定下来。锦溪，我等这一天也很久了。你尽快联系谢灵，把这件事情问清楚。青荣集团的白总是怎么回事？他不是你杜撰出来的吗？怎么真的会有这个人？撒谎也得半真半假才能骗过人吧？你以为周家那2只老狐狸这么容易被骗？只是我也没想到真正的白总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回国。他后天就到江城了，到时候一切都会被揭穿的。怎么办？我要带着我母亲离开江城，现在就走。现在就走？那周家的人立马就会知道自己被骗了。你觉得你们能逃多远？
再帮我最后一次。白总后天回国，我会帮你周旋，避免让你们碰到。你先稳住周家，等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会亲自送你和你母亲出国。我保证不会让他找到你们的。我还有别的选择吗？这次很快，相信我，一切很快就结束了。锦溪，锦溪，你没事吧？我是拿烫伤药。好了，按时涂药，好好休息，不会留疤的。咱们锦溪这么漂亮的手是用来握画笔的，不能留疤。锦溪，你怎么了？怎么最近老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就是有点累，休息一下就好了。你是不是在担心周氏和青荣集团合作的事情啊？是有一点，生意上面的事情，我也帮不上太多的忙。放心，你是我的未婚妻，不是周家换取利益的工具，别给自己太大压力。爸妈那边我会去说的，咱们还不至于没一个合作就吃不上饭了吧？周雨安，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总是对我这么好？可我真的没办法，也没有资格回应这么沉重的感情。锦溪，你怎么了？对不起，周雨安，我能给你的也只有这些了。锦溪，我真的很高兴，真的。锦溪，我们过段时间要不要去选婚戒？你喜欢简约的还是华丽的？要不什么时候再办个婚礼？你想去马尔代夫还是？雨安，我觉得现在想这些好像有点太早了。不早啊，我现在早就迫不及待想跟你成为一家人了。雨安，我会用余生来为你祈祷，祈祷你能够遇到一个真正爱你、和你相配、能共度余生的人。但那个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我。雨安，你不是说有惊喜要给我吗？怎么带我来酒店了？别急，惊喜马上就到。为什么会有种不好的预感？谢礼，他怎么也来了？雨安，我突然身体有些不舒服，要不我们先回去吧？你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不用，回家休息一下就好了。其实是白总今天回江城了，就下他在这间酒店。我带你过来，本来是想你来这儿等他，给你们母女俩一个惊喜的。提前到了。爸爸什么时候会到？说是12点整。雨安，锦溪。爸，白总已经到了。爸。妈，你怎么又在看这张照片啊？小希，我刚刚梦到你爸爸了。他跟我说，外面好黑，好冷，他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一晃都过
过去15年了。妈，这么多年过去了，说不定爸爸他……不会的，不会的，他一定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所以才没办法回来的。小希，小希，答应妈妈，你一定要找到爸爸，带他回家，好吗？妈，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爸爸的。爸，小希，看来白总和锦溪也是很久没见了。宇安，快见过你未来岳父。伯父你好，我是周宇安，锦溪的未婚夫。未婚夫？对，两个孩子情投意合，订婚了，以后咱们可就是亲家了。哦，好，小希幸福就好。说起来呀，白总，哦不，青年兄，咱们还是老相识呢。之前在海上咱们一起跑过南洋的航线，还记得吗？平安号。唉，谁也没想到会遇上那么大一场海难。这个人是白青云，是爸爸。海难，还有周伯父和爸爸的那张合照。难道当年爸爸失踪，是因为出海的时候遭遇了海难？平安号，对，白叔叔。白叔叔，听说您今日抵达江城，小镇谢礼，特来拜会。哦，原来你就是谢礼嘛，真是年少有为啊！谢礼，他怎么会认识我父亲，还如此熟悉？周董，白叔叔舟车劳顿，需要休息，也有些家事需要私下来谈。谢灵啊，白总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吧？周董，今日确有不便，改日再找时间，我们两家人再坐下来好好聊聊。好，宇安，我们先走。青年兄，那我们改日再叙。锦溪，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换个地方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这还要多亏了你从周家保险柜里拿出来的那张照片。我顺着平安号和白青年当年留下的线索，再利用海外的一些关系网，就找到了白叔叔。没想到的是啊，白叔叔就是青荣集团的董事长，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当年海难，我侥幸生还，却因头部受伤，失去了所有记忆。后来我流落海外，误打误撞结识了青荣集团的创始人，跟着他做事。半年前一次意外撞击，让我恢复了记忆。于是我就开始立刻托人寻找你们母女。之后谢礼派人联系了我，说是知道你们的下落。所以，我父亲回国是你一手促成的。你早就知道青荣集团的白总就是我的父亲。一切都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你父亲回来了，周家也即将付出代价。锦溪，这些都很完美，不是吗？现在你可以放心的离开周原，再也不用担心。
谢林，你明明早就知道这一切，可是你一直瞒着我，看着我每天在周家如履薄冰，很可笑吧？我就像个小丑一样被你玩弄。姐姐，我隐瞒你是怕计划有变，我想等一切稳妥了再。稳妥？在你眼里，只有你的计划最重要，我的痛苦，我的感受都不值一提。也对，我只不过是你的棋子而已。我不，现在是你的弃子。不是欣欣，你不要这么想我，我错了。谢先生，我很感谢你帮我找到了女儿，但是现在，请你出去，我们父女之间需要单独谈谈。欣欣，小希，对不起，爸爸回来晚了，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爸，我真的好想你。这些年，我跟妈妈一直都在等你回来，我好怕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都是爸爸不好，爸爸当初就不该上那艘船，不该离开你们那么久啊。对了，小希，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和这个谢林牵扯不清，还和那个周氏的公子订了婚？这些事说来话长。对了，爸，我先带你去见妈妈，她一直都在等你。你妈妈她现在怎么样了？等你见了她就知道了。是这儿吗？嗯。怎么会这样？我回来了。你真的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小希，咱们换个地方聊聊吧。嗯。小希，这些年家里有你一个人撑着，还要照顾妈妈，辛苦你了。嗯，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只要想到有朝一日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团聚，一切就都值得。你妈妈的住院费、医药费都不是小数目吧？这些钱都是谢令给你的？爸，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你不在的这些年，一切都很难。谢林找到我，让我假扮名媛接近周家。爸，我是不是让你很失望？小希，都怪爸爸，怪爸爸没能够尽早的恢复记忆，让你们孤儿寡母等了我这么多年，怪我没能够尽早的找到你们，都怪我呀。爸，
这不怪你。这些年彼此都有难处，往后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相处，一切都是值得的。对了，小喜，关于周家的事情，我有些问题想要问问你。什么事？你伪装身份和周雨安订婚，这背后都是谢岭一手安排的。谢岭此人手段够狠，城府极深。作为商场的老前辈，我很欣赏他。可是作为一个父亲，你和他走得太近，我有些担心呐。放心吧，爸，我跟他只是各取所需，以后我不会再有什么往来了。哦，那就好。毕竟与虎谋皮，终究是难以善终啊。况且谢林此时已经完全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这样的人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啊！仇恨？爸，你知道谢岭跟周家的恩怨？我之前派人查过他，谢林的母亲当年就是伪装身份嫁进了谢家，可当时想要成为谢家女主人的可远远不止她一个。现在的周夫人方晴就是其中之一。你想啊，心心念念的东西让别人捷足先登了，她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呢？那谢夫人当时被拆穿身份，难道是？没错，就是他拆穿的。老谢总顾念情分，只是让谢夫人离开了谢家，可方晴趁此机会暗中陷害，逼疯了谢夫人啊！难怪他会这么恨他，这么恨周家。锦溪啊，这谢家和周家的恩怨，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爸爸只希望你不要被卷入其中啊！现在我已经回来了，只要你想，你和周家的婚约随时可以取消，这后果由我一力承担。周家这个是非之地，还是尽早远离的好啊！我信你。订婚宴那天的事情，我很抱歉。从那天之后，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无条件的相信你。放心，你是我的未婚妻，不是周家换取利益的工具，别给自己太大压力。爸妈那边我会去说的，咱们还不至于没一个合作就吃不上饭了吧？爸，我喜欢周雨安。你喜欢周雨安？雨安他人很好，对我更是真心相待。我喜欢他。没想到小溪竟然真的喜欢那周家小子，这该如何是好？罢了，这些年终归是我亏欠小溪太多。倘若那周家小子真是良配，一些陈年旧事不提也罢了。既然你喜欢他，爸爸当然会支持你。虽然你之前对他有所隐瞒，可现在身份已经坐实了，你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好好的和周雨安在一起。至于别的，就交给爸爸吧。爸，谢谢你。小溪，爸爸只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这15年我一直缺席，可现在我想把这些缺失的都给弥补回来。小溪，你先回去吧，我想再好好陪你妈妈说几句话。好。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周雨安呢？造化弄人呐！锦溪，你回来了。你一直在等我？你不是跟你爸爸很久没见了吗？我就想着我会聊得比较晚，所以我干脆就在客厅边看书边等你回来，没想到一不小心就睡着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你等我干嘛？
你不是跟我说你以前害怕孤独吗？你不喜欢一个人，只要有我在，这个屋子里面就肯定会留你一盏灯，等你回家。你怎么这么好啊？这样就是好啊。那我还想对你更好，我还想给你更多，让你真正的依赖我。你这样我会恃宠而骄的。那样更好啊。但是很奇怪，很多时候我明明觉得你就在我身边，但我总觉得你离我很远。不过没关系，只要有我在，我一定会让你敞开心扉的。白锦溪，你就这么讨厌我吗？啊？妻子，妻子，你讨厌我也是应该的。倘若从一开始就不是呢？我说过，这个项目没有商量的余地。没事吧，先生？没事。帮我查个人。妈。油画系才女白锦溪，不错的身份，干净的背景，看来应该会是一部有用的棋，利用西侧，我才是这世上最愚蠢的骗子吧。白锦溪，我骗了你，也骗了我自己。哎，锦溪，起床啦？哎，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睡得挺好的。这个是你最爱吃的。伯母，我自己来就好了。怎么还叫我伯母呢？你和于安都已经订婚了，咱们就是一家人，早该改口了。妈，你说什么呢？等到时候正式结婚了再改口也不是。锦溪，白总好像还不知道跟于安的婚事。因为爸爸之前工作太忙了，不过昨天我已经把事情都跟他说了。哦，那他什么反应？爸爸很支持。至于合作的事情，他后面会再跟您谈的。那就好，那就好。看来白总应该不知道当年的事。伯父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心虚呢？玉安，怎么了？如果你发现你在意的人对你有所隐瞒，甚至从一开始就带着某种目的接近你，你会怎么想？你会恨他吗？人和人之间的相遇本身就有很多种形式，重要的是过程，是彼此真心相待的每个瞬间。至于之前是怎么样的，我不在乎。我认识的是现在的白锦溪，只要现在的你是真实存在的，其他都不重要。我会一直站在你身边的。于安，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是你的家人吗？等见过他之后，我有些话想告诉你。好。
妈，这就是我喜欢的人。等今天过后，我会把一切都坦白，无论结果如何。妈，我带个人来见你。这应该就是那位一直照顾锦溪的赵妈吧？她是我的未婚夫。阿姨您好，我是周宇安，一直想来拜访您，希望没有打扰您休息。锦溪常跟我提醒您，说您为她付出很多，很辛苦。阿姨，您一定要好好休息，等您身体养好了，我和锦溪的婚礼还一直盼着您能为我们主持大局呢。袁安是个好孩子，有你陪着锦溪，我也能放心了。妈，这次我真的没有选错人。走吧。宇安，其实我之前……锦溪，真巧啊！我接个电话，你们先聊。连亲生母亲都带他来见了，看来你是真的爱上了他了。可是如果周宇安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知道你是被我安排到他的身边的，他还会爱你吗？那你大可以直接告诉他，我本来就打算向他坦白的。坦白？你是真的这么在乎他了？对，谢林，我知道你报复周家是为了向方晴复仇，可周宇安是无辜的，他还一直把你当做好朋友，你这样做，不觉得有点太过了吗？要怪就怪他有方晴这样一个妈，要怪就怪他是方晴最看重的儿子，怎么现在心疼了？当初是你自愿成为我的棋子，来到他的身边的。对，我是棋子，可是我现在后悔了，我绝对不会再当你深爱周宇安的帮凶。你的计划到此为止。我会让你后悔的，你还会后悔的。我最后悔的就是帮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他。是我，就晚了一步。要是我能早点看清自己的心意，要是我没有把你推向周宇安，要是……谢林，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各取所需的关系。就算没有周宇安，你觉得我凭什么会爱上你？你只会用威胁和利用来对待身边的人，你根本就不懂爱。在聊什么？没什么，谢总刚好来医院探望病人，先聊了两句。原来如此，既然大家都遇上了，正好也是饭点，谢林哥，要不要一起吃个饭？不用了，我还有事。那你先忙，我们先走了。走吧。要是你真的能获得幸福，我可以放手。老张，之前提过的海奈抚恤金的事儿，我决定不再追溯了。是，我知道是周文雄当年刻意隐瞒了海奈的消息，私吞了这笔钱。可事情毕竟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锦溪现在和于安那小子过得很幸福，我已经亏欠他很多了，我不想也不能毁掉孩子的幸福，所以这件事儿到此为止吧。命运真是个好编剧，锦溪，你爱上的人竟然是害得你家破人亡的仇人家的儿子。周宇安啊，周宇安，你那么善良，那个让你引以为傲的美满家庭，原来彻头彻底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你知道了该作何感想呢？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各取所需的关系，就算没有周宇安，你觉得我凭什么会爱上你？你只会用威胁和利用来对待身边的人，你根本就不懂爱。谢林啊，这种时候你竟然还在这里窃喜，你果然，你是个卑劣的人，
你说我不懂爱，可我怎么感觉我好像懂了那么一点呢？就在这儿，像我这样卑劣的人，为你，我也想变得高尚一次了。计划取消。为什么？谢总，为了这次做空周氏，我们足足准备了快1年。重新制定计划，只针对周夫人、方晴名下的资产。可是这样会让我们损失。按我说的做。这是我能最后为你做的了，白锦溪。希望你能够幸福吧。欢迎各位的莅临。白某刚从海外回来，对江城还不太熟悉。在场的各位都是江城的名流，以后还要多多仰仗各位。白某敬大家。今天我还要向大家正式介绍一下我的女儿白锦溪。我以为谢总今天不会来的，是我那天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大可不必这样如临大敌。放心，我不是来捣乱的。一起喝一杯，喝了这杯，我们也就算两清了。往后我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了。之前的事儿都过去了。这不正是你所希望的吗？这或许就是我能给你的最好的礼物了。那希望谢总能够说到做到。这是珠宝大师朱利安的作品，4代防盗扣设计，硬解是解不开的。你要学的还有很多，这算是另一份贺礼。祝贺你，从今以后你就是真正的白小姐了。看来想亲手给你戴上的，算是一份正式的告别吧。但是我想，或许有人比我更适合做这件事儿。锦溪，原来你在这儿啊！谢林哥，原来你也在。这份贺礼，不如就由你来为锦溪戴上吧。早就觉得白锦溪不对劲。什么海归名媛啊，搞了半天就是刚被捡回来的一个假货。雨安绝对不能娶这种女人。你急什么？青荣集团的事不解白不解。你什么意思啊？先借白家的东风，让咱周家挤进一流世家的圈子，等站稳了脚跟，他就没了利用价值。随便找个有土壤的小事，还不是轻而易举？这种事情你不是最拿手吗？当年谢家的那个女人，不就是这样让你给逼疯的吗？还惦记着呢。所以说，现在非但不能取消婚姻，还要极力促成。我看，就趁今天这个好日子，把婚期先定下来，稳住白家父母。老公，还是你想的周到。还真是两根歹竹出了一根好笋子。周远安，如果锦溪和你在一起能够幸福，
那我可以放手不管。可惜了，你的存在对他只是一种伤害，那我绝对不会让他走上我母亲的老路。走。谢礼，你刚才不是说不会再出现吗？现在又想干什么？周家夫妇正在密谋，他想利用你们白家资源上位，等你们没有利用价值，就一脚把你们踹开。够了，你不用再编造这些谎言来离间我和雨安。刚才是我亲耳听见的。锦溪，你别被感情冲昏了头，让你清醒一点。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相信你。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你不知道当年是因为周文雄故意隐瞒海南事故，私吞了你父亲的抚恤金。你母亲这些年积劳成疾，你过的这些苦日子，都是拜他们周家所赐。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不信的话，大可以去找你父亲求证，这些都是他亲口和律师说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为什么爸爸不告诉我？因为他觉得他亏欠了你太多，不希望打扰到你的幸福。本来我也想带着这个秘密永远的离开你的生活，让你和周雨安幸福的生活下去。可是我不想让你重蹈我母亲的覆辙。先借着白家的东风，让咱们周家挤进一流世家的圈子，等咱们站稳脚跟，他没了利用价值，随便找个由头让他消失，还不是轻而易举？这种事你应该很有经验才对。谢家那个女人当年不就是让你这样逼疯的吗？所以现在非但不能把婚姻搅黄，还要极力促成。我看就趁今天把婚期先定下来，稳住白家妇女。小希，你怎么了？爸，我听说之前白总，白总啊，不该叫亲家了。今天可是一个好日子，不如就趁今天这个好日子，把雨安和锦溪的婚期给定下来，双喜临门嘛。雨安这孩子一直嚷嚷着要早点把锦溪娶回家呢。哦，我尊重锦溪的意思。小希，那你的意思？哎呀，锦溪这是激动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了。那择日不如撞日，趁今天大家都在，不如就把日子定下来吧。我觉得还是再等等吧。等什么呀，锦溪，你和雨安情投意合，当然趁早把这婚事办了，多好啊！好日子可不是等出来的。对呀，也不是马上就让你们结婚，筹备婚礼也是需要时间的嘛。爸，我听说之前平安号遇难，患难者的家属连抚恤金都没有收到，甚至有很多家属连他们遇难的消息都不知道。过去的事儿不提也罢。所以这都是真的。锦溪，锦溪，白叔叔，有些事儿我想单独跟你聊聊。锦溪，锦溪，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告诉我。好，我告诉你，全部都告诉你。我不是什么海归名媛，我只是江城大学油画系一个普通的学生，我的身份是假的，接近你也是别有目的。现在你明白了吧？你笑什么？其实我早就知道，伪装身份接近我的人很多。从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但我甘之如饴。你，我很高兴你现在愿意对我坦白。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事，我很早之前就说过，人和人之间相遇有很多种形式，重要的是过程，是彼此真心相遇的每一个瞬间。如果你那么在意的话，我们忘掉过去，重新开始，好不好？远，我们没办法重新开始了。你知道你的幸福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吗？是建立在我的家破人亡之上。
你父亲侵吞了我父亲的抚恤金，隐瞒了海难的事实，让我和我的母亲苦苦等了15年。这样的我们，要怎么重新开始？这样的我们，要怎么重新开始？景熙，对不起，我……你走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그대가 보여요. 난 다시 한 번 더 마음을 다잡죠. 그대가 무슨 말을 해도 받아들일 수 있다고 말야. 지금 넌 내 앞에 사랑이 왔는데 그댄 떠난대 기다렸는데 더 볼 수가 없대 늘 바보처럼 你说的没错，我是一枚棋子，身在局中，连最基本的局势都看不清。 谁都可以利用。你呢？你这次又想从我身上拿走什么？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看到你幸福。我一直都不懂爱，也不明白什么是爱，更不明白我母亲为什么会为了爱情卑微到这种地步。但现在，我好像是明白了。 但明白的太晚了些。我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但如果你需要，我随时都在。 小希，你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啊？你怎么了？妈，我好像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了，是不是和雨安有关？不只是他。 我觉得我好像一直被命运推着走，做错了很多事情。傻孩子，人这一生怎么可能一点弯路都不走呢？只要能及时的迷途知返，那一切都还来得及。当你觉得迷茫的时候啊，就跟着你的心走。嗯。 I love you, I need you. 너에게 하고픈 말. 雨安，你有空吗？我们见一面吧。有些事还是想当面说清楚。锦溪，谢林。 周氏出事了，谷家暴跌已经濒临破产了。周文雄也因为当年非法侵吞海难抚恤金，刚刚被刑侦部门带走了。怎么会这么突然？怪我，是我把周氏夫妇的录音给了白叔叔。青荣出手，周氏无异于螳臂当车。那于安他怎么样了？周家现在一团糟，具体情况谁也不知道。
周家现在肯定很混乱，你还要去找他？我一定要去。好，那我陪你一起去。白锦溪，你这个扫把星，是你害了我们周家，你现在满意了？善恶有头终有报，你们夫妇俩能走到今天，都是咎由自取。明明是你们联手起来，给我们做局陷害我们，你们不得好死！你和周文雄当年作恶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今天吧。先不说周文雄是靠人血馒头发家的，你呢？当初陷害我母亲，硬生生把她逼疯，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是他活该，他算个什么东西，跟我争男人？谢夫人本来就应该是我的，死不悔改。你先去找他吧，这里交给我。你要去哪儿？你给我回来！回来！方晴，我们之间的恩怨也该好好清算清算了。怎么算？你妈都死了。元，来看我笑话吧。如你所愿，周家完了，我也一无所有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同情我，觉得我这个样子很可怜是吗？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是一切都会过去的。我可以陪你。陪我？陪我这个害你家破人亡的仇人的儿子吗？白景熙，收起你的怜悯吧，我不需要。我不是怜悯，到此为止吧。从此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我知道了。对不起，景熙，对不起，我不能连累你。看来你是打算彻底放弃了，用最伤人的方式把他推开，自己在这里扮演悲情英雄。周元，把你自我感动的这套戏码收一收吧。你懂什么？我是不懂，我不懂你明明拥有我曾经最渴望拥有的东西，却要把它亲手扔掉。我嫉妒你，我嫉妒你活得堂堂正正，我嫉妒你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别人的真心，我嫉妒你即使到了这种地步，依然拥有我所求而不得的选择权。周元，周家是倒了，可失去了家财万贯，你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年纪轻轻就响彻国际的小提琴家，你的才华，你的能力，哪样不是真金白银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就此认命，选择逃避，我告诉你，周元，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锦溪从你的身边夺走。但如果你还是个男人，想为你自己，想为了你们的感情搏一个未来，我随时欢迎你来跟我公平竞争。爸，医生怎么说？专家的会诊结果出来了，之前的手术呀很成功。你妈妈呀，现在的情况已经稳定了，再观察一段时间就能出院了。锦溪啊，这些年你把妈妈照顾得很好，辛苦你了。不过我倒是没有想到，谢林这小子还真挺靠谱，给你妈妈找的医生啊，用的药都是最好的。这不仅需要花很多钱，
而且啊，还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呀。好了，不说这些了。对了，锦溪，我听说你之前申请过江大的海外进修，后来是为了照顾妈妈，选择了放弃。我联系了学院那边，他们愿意为你保留这个名额。你想不想换个环境去住几天？毕竟你爸爸在欧洲那边还是比较熟悉的嘛。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是一切都会过去的。我可以陪你。陪我？陪我这个害你家破人亡的仇人的儿子吗？白锦溪，收起你的怜悯吧，我不需要。我不是怜悯，我到此为止吧。从此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我知道了。或许时间真的能抚平一切，短暂的离开才是对大家都好的选择。爸，帮我安排出国的事情吧。现在走吗，小溪？好，走吧。锦溪，对不起，锦溪，我之前用最愚蠢的方式伤害了你。你说的对，我现在想明白了，比起外在，一个人的内里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灵魂的高低还是贵贱，绝不只看他生在哪门哪户。锦溪，你别走！我说桥归桥，路归路是假的。我说不需要你是假的，唯独爱你这件事，从来都是真的。看来这次我来的刚刚好啊，挽留的话就不说了。既然有人要公平竞争，那我奉陪到底。锦溪，这次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的真心的。爸，改签航班吧。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了解。